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元。这一期呢，我们来分享一个超短发的一个剪发技巧。这个技术呢是3分区的一个方法，它可以用来做中长发到锁骨，到狼发型，再到耳朵露耳朵的这种超短发。所以呢，一个技术呢，它可以修剪多种造型。这个是利用长短的一个变化，所以这个技术呢还是蛮强大的。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堂课里面呢吸收到这个技术，把它呢进行在沙龙中举一反三，在沙龙中产生实际的一些商业价值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模特的一个原型。现在呢我把这个头发进行了一个分区，目前的分区呢是用了2分区，刘海的这个区域呢我还没有分。随后我们要剪的时候再分，我会分成一个 W 型的，回头我们会有这个图片效果图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区图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发的原型。首先一个呢，我的整个设计的一个方向是准备剪短了之后呢。长度在盖耳垂可能耳垂上下一点，因为主要的原因呢，我是想给它剪一个狼发型的结构，纵向剪的比较瘦长一点。但是受于原有的这个发型呢，它是一个水平的方形线条，所以内层呢是比较短的，我要把这也去掉。所以呢，我这个旁边的长度取决于这个后面尾巴的这个比例，因为现有的这个长度已经这么长了，所以我可能在耳朵的2侧会略微短一点，可能在耳朵一半的位置，也有可能更短。具体的我要看一下修剪之后的比例，因为我们要平衡这个地方的长度，因为这个地方的长度适当来讲，如果再长个2到3公分，我盖耳垂这个比例纵向从侧面看的话，它是一种黄金比例，它的这个比例尺会更具美感一些。所以呢，有可能我前面会剪得略微短一点，这是我大的设计一个思路。这是第一区。好，现在呢，在头顶的这个区域呢，我会目前分了一个大区。等我修剪的时候，我会再分成一个刘海的小区，这样跟后面呢就会形成了2部分。具体的我会给到大家一个解剖图，很清晰的可以看到。现在呢，我就把侧区先修剪。我的目标呢会在我手指的2指的长度最短，利用一个反去除，将所有的头发呢会向上带。然后呢，逐渐再向下降一点角度，把下面的头发逐渐收短。整个头发剪完了之后呢，我希望它的侧面是一个瘦长的，是一个狼发型结构的瘦长型。这样呢，会把头骨甚至头发的重心会向上提，这样会显得头型更加饱满，脖颈就是颈部线条会更加瘦长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会从2侧开始修剪。这个分线的位置呢，是分到 U 型转角线两个面的夹角的位置，上下悬出1厘米都没有关系。如果头发特别多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底下的头发多分一点。如果头发上面不是特别多，那我们可以朝上面再分一点。我的呢，基本上朝下面多一点点因为头顶的头发呢，我想给它多留一点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开始从这个上取一个发片，大概的修剪掉的长度呢是2指的长度，手指的2个长度，相当于梳子的1/4。剪的时候呢，把这个手指多余的手指、小指和无名指收在后面，因为防止它会加长度。所以这是1指，向上微提一点，我稍微放长一点点，看看效果。在修剪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稍微长一点点，这样方便于你做修改。这个地方呢就这么短了，用梳子计算的话，差不多不到1/3基本上在7厘米这样。然后整体的这个头发呢都朝上带，所有的头发向上带的时候，底下的头发是最长的。这个时候肯定不希望要这么长，所以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就会退一步，就是向下降一个角度，这样就可以把下面的重复的剪掉了。如果以我一开始的这个起引导线为标准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角度从侧面看，就是垂直角度看，它是一个逐渐
向下的一个放射的高层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举一反三。如果说以我这个长度为参考的话，那意味着侧面的长度就要达到这么长了。那与我后面的长度是否不太匹配？有点长的太多了。所以怎么样？这个上面的头发会再缩掉一半的长度，因为为了照顾这个尾部的线条，给这个比例的线条拉得更长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更短一点，这样会凸显后面的头发会更长。所以呢，这个头发这个引导线这个标准就有点过长了，因为为了配合后面的长度，所以这个后面的头发因为长度有限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引导线要重新起。这一点呢非常重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重新定一个引导线。为了能够更好的把下面收紧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会剪到1指多一点点啊。基本上这个长度相当于有4厘米的位置，这样它两侧就会收得更加服帖。然后呢，下面就可以被我剪掉的更多。这个角度呢，逐渐要向下降一点。如果说要拉到这个位置的话，底下的头发会越来越长，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的样子。所以呢，在修剪的时候呢，我们会逐渐向下降一些手位，每一次降的比例和幅度，你自己去参考和把握这个角度就可以了。这是需要经验的。所以当我们从侧面看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周围的这个线条也是非常柔的。从垂直这个角度看呢，它是一个高角度的一个放射性的，所以在这个侧面的这些线条，等一下我们再去处理这个长度就可以了。我们通过 C 型画内角，就可以把内层的这些过长的一部分就可以拿掉。目前呢，我先保留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修剪后面，用前面作为引导线，继续向下平行修剪。将所有的头发发根呢疏通顺，切口呢平行于分界线。最大的高角度修剪。好，第二层。第二层呢，可以适当的降下来15度这样。这样呢，它就会更短一点，可以多剪掉一点。这样呢，都可以尽量的保留下面的长度长一点，这样的头发就形成了一个高层次，而且刀口它会非常的柔和，这个刀口，因为它是通过反向去除，这些边缘的长度还有这个底线马上都露出来了。按照道理呢，这个地方的长度呢会更加长一点，所以我会把这底下的头发稍微再给它修掉一点，这样就尽量平衡后面的这个长短关系。剪头发的过程中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不断修正和平衡的一个过程。设计师要带着很多的个人思考去做这件事情，也不是每一次使用技术在每一个客人身上都是剪一样的长短。这个头发今天是以梳子的1/4，如果说剪到一半，剪到3/4，这个发型都会有着不同的变化。其实在商业中这个发型是非常实用的，有机会呢我们会再录制一期属于中长发的这种，用类似的技术去修剪，这样呢我们整个侧面就修剪好了。边缘的轮廓线我们会再修掉一些，这个地方会再去掉，整个发型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，呈现了一种小狼尾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把头发的内侧去一个内角，
这样把底下过长的那些虚虚的，我们就可以去掉。这样呢，头发就会看上去变短了。然后这边的头发呢，一样向后面梳，然后利用反手将后面划一个内侧的边缘缺点，这样上面的头发呢梳下来，它还是很整齐的，但是内侧的这些一层就被拿掉了，周围的轮廓线看上去特别干净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剪另外一侧，同样的方法，取上面2公分的位置，剪一个引导线。整个长度呢，我们用梳子的1/4作为参考。先整体剪掉，然后呢，逐步降低。修整一下。第2层适当的降低一下。第3层逐渐也降低一点，这样呢就可以把底下的头发多剪掉一点。降低的角度呢要均匀。内侧过长的部分呢，我们会用 C 型去内角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后面的一起剪完。好，继续，后面的头发一样的方法，取出前面的引导线。继续将底下的头发向上翻，没有必要朝上翻，放得太高，底下太长剪不到。这个地方呢，大家需要自己去感受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检查一下，整个刀口是一个高层次的切口，一直连续到下面。就是这个一个效果，这样呢，尾巴就形成自然的这个放长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将内侧进行边缘的划剪，朝侧面梳，把这个头发基本上给它粘到一起，通过划剪再梳一下。然后这边的头发呢向后，这样内侧的边缘会更加的干净。好，可以了。整个一区呢，我们就剪好了。整个用了一个反去除，逐渐手位向下降，然后呢，保持一个高角度。第1层呢是90度垂直，第2层呢有点倾向于朝下降个15度这样，然后再降，这样呢，它这个切面不会下面的头发过长。所有的方法技术都一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修剪第2区。第2区呢，我会分一个 W 的一个分区，这样呢会看出来前面我会剪一层短的，上面呢再长的进行覆盖。大家可以看结构图，一目了然。上面呢我会剪成一个方形的层次，
整个顶部我会剪成一个方形的层次。这样的头发呢，落点周围的是最长的，头顶的是最短的，它会比较动感。侧面看上去呢，它是2层不连接，前刘海和后面悬殊差不多有2公分到3公分之间。前面的刘海最短的地方呢，在眉骨的这个位置啊，偏眉峰上面啊，整个是一个交错的狗啃刘海的这种所谓这种感觉的。所以说，接下来我帮它进行分区。好，大家现在看一下，我把顶区分下来了，我从正顶点的位置分前后一半，这样方便我梳。然后前面的这一部分呢是 U 型区的前半部分，我要分的呢是一个 W 型，由这个地方为起点，先分一个三角形，这个地方构成一个三角形，这个区是一个三角形，是一个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剩下来的这个区呢，我会再分一个三角形。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点是到达鼻梁正中心点，前面呢预留3公分，所以这个三角形我就挑到我中指这个位置。这样第一个三角形就出来了，可以用夹子夹起来。这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，这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。我们将这个三角形呢稍微缩的小一点点，也不能分到顶，刚才是为了分方便，这样大家就方便看清楚了。这个后面呢是后面的一个三角形，这样很容易明白，对吗？好，第一个出来了，这个是 U 型的，上面的2个，然后紧跟着呢，我们还要再分一个三角形，跟这边对称。三角形比较瘦长一点。好，这样看它都是一个 M 型，对吧？这样看就是一个 W 型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将这个头发就分出来了。这边呢，就是给到后面去了，因为它是属于后区的。我们只要把这个三角形分的瘦长一点。这个地方的呢，就给到后面了。整个这一块区域的头发就是2个大的三角形凑成的，这是三角形构成。这一块的头发呢，我会剪得比较短，在眉毛上面差不多1指半到2指。好，现在呢，区域我们已经分好了，修剪第一片，它是一个三角形，从中取出1个三角形，将头发呢拿起来，垂直于头皮，然后整个长度呢，我的长度先设置在1半，因为考虑到这个落点落到哪里，我剪完了之后希望它柔一点，可能会在眉毛上去1指，所以我要算它这个落点。当然你剪很短也是可以的。先剪一刀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，这需要你一个经验。这样呢，你看就比较长，所以呢，肯定如果剪锯齿形刘海，这个长度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继续再来。这个从侧面看上去呢，它是有一点点倾向于均等的感觉了。因为只有这样的层次，这个地方是短的，这个地方它们之间才会形成一个你看很大的一个落差，这下面才会变薄。如果说剪一个堆积的，它这个地方就把它给卡在里面了，所以就把它遮挡在里面，那这个地方掉下来的层次就不会太柔和，大家理解了吗？所以说在这个切口它是可以去调整这个偏均等，微微的堆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这个所设计的效果，大家呢通过这个可以掌握这种方法。这个时候锯齿还可以了，吹干之后这个地方再进行一些锯齿的修剪就行了。整个长度的话，在我们的视觉范围内，
适当的微长一点点可以的。一般性缩短之后，它会到眉毛上面一指半的位置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区我们朝那边带一点。我希望这边的头发略微长一点，因为它是一个三角形，拉在中间呢，它是一个两边一个等腰三角形。朝这边靠的时候，我这边就会变成一个斜的，所以自然就放长了。这个运用到一些几何概念啊，大家还是要扩大知识面。哎，我把这边呢朝那边靠一下，可以。这边的长度呢，它们是一样的，这边是一样的。这边呢，可能靠的多了之后，这边就会变成斜的。好，整个这个大的结构呢一出来了之后，我们吹干之后进行一些锯齿的修剪。这样呢，这一撮是负责什么呢？掉下来之后，它的层次和上面和下面形成一个层次的交错，起到了一个双重叠加的一个效果。从侧面看的话呢，它会形成一个两层不连接。第二层呢，我们会修剪到这个长度，会和它之间会悬出2到3公分，所以会形成一个很动感的交错层次。好，这个刘海这几剪刀就剪好了。现在呢，我会剪头顶的上半部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把头发分开，我们开始修剪整个顶区。这个头发我们看一下前面刘海的，从中间呢取一个发片，前面的长度已经在这里了，那我上面的头发肯定会比它长，所以呢，整个头发我产生一个偏前方长后方短的一个放射性层次。预计一下它的总长度在这里，那我放到这里就差不多，前面就会长到2到3公分。这个整体的一个效果呢，掉下来的头发要比我们这个头发肯定要长，所以你在剪之前可以这样预测一下，掉到前面刘海的时候，让它感觉是长的。所以在这个前方呢，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长。然后继续。整个头发呢向中间带，1带1剪方形。这边的头发呢也是一样，向我这边带。这样的两侧就会适当的保留长一点。这个地方呢可以剪成纯方，也可以微放射，取决于这里的长度。基本上呢，在生活中我们都会剪方形居多，因为两侧过长了之后，这边的头发也不是很好的效果。所以这个经验之谈。后面的头发呢，一样都拉到头顶。剪一个方形，和后面连接就好。和前面都一起连接上，也是一个方形。这样的头发呢，头顶就会比较蓬松，是一个比较动感的这种时尚短发。整个检查一下。好，整个头发呢这样剪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后部自然会形成了一个不连接，把过长的部分等一会儿我们会修剪一下，就是适当的让它悬殊没那么大，逐渐的向下走，然后把这个角抹掉，抹的稍微远一点点就可以了。
这样整个头发呢，头顶会松起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会鼓起来，它会形成一个这种动感的小狼尾一样。整个头发的后部也比较饱满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检查一下上下两个缺口。这个是层次的悬殊，前面是一个 W 型的刘海区域，后面呢是一个长的，它会覆盖这个地方的长度，会形成一个交错的层次。正面看呢，因为这个地方吹干了之后，我们要把这个拿起来，再进行修一些刻痕刘海的一些这些大刀的再去修这一些。这个时候放下来的时候，这些线条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。整个层次呢就是这样去完成的，双重的一个层次叠加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会把它吹干，再进行一个修剪。好，大家现在看一下整个区域剪完了吹顺之后，刘海区呢我还没有打薄，等一下呢我们把这个区域向后梳，它的 W 分区会自动分出来。现在呢我们在进行刀口柔和，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缺口做的再大一点，只要轻轻的点一下就好了。因为这一撮头发呢是上面的，所以这个头发呢会形成一个比较长的掉下来。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呢，这里面稍微再切一点点，所以呢就需要把上面的区域再拿开。这样会形成了一个中间略微长，这个地方上去，整个这个缺口会形成非常自然的一种交错重叠的状态。这种钩啃刘海就是我们说的锯齿剪，它出来的非常的高级自然，它不是硬找剪刀硬啃出来的那种，所以这一点大家务必要清楚。所以这也是这种锯齿分区、这种几何分区的裁剪出来的这种叫这种刻痕刘海。和普通的那种硬啃出来的刘海，它从这个美感上是绝对不一样的，感觉上更高级一些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将所有的头发呢向后梳，把这个长短它自动会分离开。这个是长的，在前面呢掉出来的就是短的，我们只要顺势这样夹一下就好了。然后这边也是这样一梳，前面掉落的呢，它会自然短的就掉到前面去了。然后低着头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区它自己又分出来了，所以呢我们进行怎么样修剪呢？就是适当的刀口可以融合一下，就是把它简单的柔和刀口啊，大家看看这里，就是前面的不需用剪，前面的一半一放下来就是轻薄的了，你千万不要剪得过于虚，所以我们只需要从这里开始向后，剪刀竖起来进行一些点点，然后呢过一下，稍微给它打薄过一遍，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，适当的还原它的刀口，底下的一层1/3位置不需要再过多去打，因为我们把上面的这个进行柔和，前面补1-2下就行，主要在这上面，我们这样会形成了一个柔和的一个过渡。内层1/3的位置少打一点。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切这个锯齿切口的一部分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撮尖的头发掉落在这里，所以呢，我们只需要给它在这个位置，在黑眼球眉峰的上方进行一个锯齿的切口。这个切口的角度呢，基本上在60度这样，也不用45度，稍微偏陡一点，这样会把额头呢最大限度的打开。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用剪刀朝下划一下，把这多余的角就可以去掉了。然后这个角度呢，就可以轻轻的这样切。因为这撮头发掉下来的时候会到这里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只需要给它进行一个深度的点点刻痕，把它这个豁口的位置调整出来，这样上面的头发掉落下来的就会形成2层啊。然后这旁边的头发呢，我们也会适当的去点一点，略微露一些。这个角的位置呢，不需用剪得很干净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头发放下来，
整个头发放下来之后，会形成了上面长、下面短的一个效果。这个时候的层次，你会看到它这个悬殊就比较大了，整个侧面的感觉呢，也会出现一个很长的一个反差，形成一个覆盖。这个时候呢，会形成一个动感的层次。这上面呢，我们来进行一个柔和。所有的头发呢，我们进行一个点点打薄。将所有的刀口呢都轻微的柔和一下。特别厚的头发可以用剪刀从里面去挑剪，像我这样挑剪的厉害一点都可以。这样呢，它会增加内部的空隙啊。这个方法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啊。就是将这里面进行一个点点的断剪。这个断剪之后呢，刀口也会变薄，但是呢，它整体还是线条是比较粗的，主要是起到一个内部里面增加空隙，它相当于剪缺掉一样啊，只是剪的比较轻柔。这边的头发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轻微的给它点一点。这样的头发，它的交替这种层次是特别好看的，就是恍恍惚惚之间的这个头发，它比较有这种参差不齐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它不是很死板的一种。这样的旁边呢，它也有长有短。侧面的头发也进行所有的头发进行一个点点打薄。一般性高角度修剪的头发呢，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层次，我们只要负责把它拉高，进行一个柔和点剪，基本上这个形状它已经就会更加柔和了。整个头发呢，这样我们就上面就打薄打完了。底下的头发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把第二区分开。第一区的这些头发呢，如果头发过厚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点剪的方法，将刀口进行柔和。现在我的这个发型呢，整体还好，因为它的头发比较顺，不需用很碎，只需要进行刀口的柔和就好了。这个打薄方法呢，就是打出来的质感会比较好，和牙剪不太一样。后面的头发特别厚的地方，我们进行一个细节的一个处理。比方说这里的头发很密，看这里的头发它有点倒长的，所以我们会给一点点空隙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会运用到一些滑剪，从根部滑剪给一点空隙。这个时候出来的头发呢，量去掉的同时，它会有一种松动的感觉。这些根部给一点点空隙，特别厚的，你可以通过拿起来刀口进行揉一下。好，另外一侧呢也这样修剪，它的后面呢会有一点点倒长，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会多打一点点，让它视觉上看上去稍微平衡一点。这边的头发也是一样。
这样打薄的呢，和雅剪直接抽的不太一样。它这样的头发是有空隙，有这些空隙，头发里面就会产生很多树状感。所以这个是用这种剪刀划剪的一个好处，用弯剪也是可以的，尽量我们不使用雅剪在这个位置。都是进行一些点剪，刀口的位置感觉厚，可以轻轻的点剪，这样整个头发呢，它非常的均匀相对。鬓角呢，稍微徒手的方法打打薄。后面呢也调整点剪一下。用手抓一抓，看看它的动感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感觉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头发呢，我们稍微擦了点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可以稍微来分析一下啊，做一个总结。整个发型呢，我们通过2分区和前面的 W 分区形成了一个锯齿剪，然后呢，侧面的线条呢，我们看上去这个鬓角，这个侧面的轮廓给后面的这个我们原来说的底线，这样的比例是和谐的。如果这个地方过长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这么长，它会感觉这个重心就压下来了。所以它的比例是不舒服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的鬓角做到这个位置，基本上是在我的耳垂上下1公分，是非常和谐的。所以通过这个侧面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头发呢，它是属于上面区，刚好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角，非常好看，它会形成一个这么一个线条感的一个锋利的角。然后前面的刘海呢，会有一个参差不齐，你会看到这个参差不齐的地方呢，是属于上面的。所以呢，它可以给这个双重叠加在一块的时候形成一个锯齿，把手任意的这样勾一勾，就是梳一梳，把这个捏点发蜡，它就会形成一个锯齿的效果。它和那种硬用剪刀啃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。在这个侧面呢也是一样，这边这个角呢也是上面的这个 U 型区的角，所以通过这样上下2个区叠加到一块，视觉感看上去它就和谐统一了。这个梳顺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个层次也非常的细腻和均匀，这个都是通过结构剪出来的。如果说用雅剪，用一些日式的方法去修剪，这种头发都会变得特别碎。所以这样呢，所有的头发它的结构是结实的啊，切口都是平的，可以看到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点剪和挑剪的方式进行内部的这种纹理打薄。啊，前面也是这样，可以看一下。就是上下2层不连接啊，形成了一种层次的交错感。这种剪发的思维呢，就是一种这种解构概念，就是分解的解。通过把这些结构进行一种拼装，给它分解掉，进行一个组合，形成的一种立体的裁剪。这种呢，就是一种几何切面的这种混合式的一种组合，所以形成这种发型的感觉呢，会特别有质感。整个裁剪的头发，印象上会充满了一种率性，就是另外一个质感，然后比较时尚感的现在当代的一种短发。好，整个头呢，这个使用的技术就分解就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再见。